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荣九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。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一加 S2 Pro 的全面测评。这次一共是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极光绿，还有太空灰。这两个颜色你喜欢哪一个？可以评论弹幕一波。这次在配置方面拉的还是挺满的。上面的一加的打法还是非常激进的啊，比如说大内存啊，或者说质感这方面卷的还是非常彻底的。这次呢，在 ID 上依旧是延续了一加11的整个家族化的这个设计，这三台机械摆在一起啊，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，你感觉都是一个型号啊，不同的颜色版本而已。这个灰色我个人这次是比较喜欢的，不过呢，这次它全系都没有加入 AG 的工艺啊，指纹沾染上面还是有一点明显的，尤其是这个绿色的版本，但是这个灰色的相对来说就好一些啊。之前一加11的时候，我们夸过它的这个镜头做的是完全齐平了，但是这一次它的厚度呢是8.98毫米啊，但是电池也挺大的嘛，这个到了5000了，所以它的镜头模组在这个荷叶的这个圆盘上面又凸起了一点啊。中观方面呢是一个塑料的啊，要提醒你注意啊。绿色的这个版本呢。这次就没有那么克制了，这个绿还是非常扎眼的啊！这个拿在街上，它四周做的收弧呢，这次是比较大的，因为比较厚嘛，这个贴个膜基本上就是9毫米了，达到了210克的重量啊！绿色的中框也做了同色的处理，达到正面6.74英寸的 1.5K 的120赫兹 OLED 屏幕。整体的性能配置方面，我们直接打出来啊！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你现在正在看视频的这台手机。它的内存是多大的？可以评论弹幕一下。我们这台24G 的硬件内存，这是小白测评工作室到目前为止拿到的第一台24G 版本的手机，而且这 ColorOS 它还有一个扩展内存嘛你还可以再扩展12G，所以现在我这台手机就是36G 的运存。遥想当年我的第一台智能手机存储空间也就8G，那数据库表现如何？我很期待。屏幕方面，数据库实测手动最大亮度550尼特以上啊，全屏峰值也突破了1200尼特，表现还是不错的。原色模式下呢，数据库实测覆盖94.9%的 sRGB 色域，这个色温接近标准的6500K 啊，平均 Delta E 只有1.13啊，几乎看不出什么色偏。默认生动模式下啊，这覆盖100%的 P3 色域，支持色彩管理啊，还是比较全面的。数据方面啊，老朋友8.2啊，娱乐兔166万加啊，标准版这个成绩要稍高于其他3台。给版池6.1，单核2032，多核5508，差距也不大。30Mark Wildlife 压力测试啊，峰值一加可以跑到14150，稳定性直接干到了99.7%啊。对于高压的 GPU 负载，一加的性能释放和散热还是能够稳住的。来看游戏实测，小白测评数据库3.5，王者120高清啊，不出意外一条直线，直接看功耗和温度啊。一加3.9瓦和魅族差不多，比 iQOO 和 Nubia 要稍好一些，温度41.7摄氏度啊，表现 OK。中观负载原神我们特别数了一下分辨率啊，标准720P 没什么问题，一加平均帧率59.3帧，功耗5.5瓦，和 iQOO 啊差别不大啊，最高温度46.5摄氏度啊，稍微有一点高。看来王者和原神越来越没压力啊，高负载星穹铁道我们数了一下分辨率啊，也没有问题，一加这次直接跑到了51.5帧，突破了50帧，比这个魅族 iQOO 还要好一些，但确实不如有红魔基因的 Nubia 啊。功耗6.9瓦，温度方面注意直接来到50度了啊！这个性能释放在8.2的机子中确实比较激进了。另外我们也特别查看了一下，测试全程也没有降亮度的问题。续航方面，一加 S2 Pro 5000毫安时电池，小白测评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胜于62%，数据库排名中上；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胜于10%。直到关机，这台机器总共坚持了6小时17分钟，综合排名表现都不错了。24G 的超大内存啊，这个20管营2轮打开。我们也是相当期待啊！数据库最后实测是86秒啊，大家可以把“快”这个字打在公屏上啊，确实相当猛啊。不过也有游戏预加载啊。至于后台保活机制啊，我们当前的版本呢，可能确实还太工程啊，这个没能实测到，后面上了之后我们再分享。150瓦充电啊，这还是相当高了，一加10分钟就可以充入62%，前台100%用时17分40秒，完全充满21分钟。大功率大电池啊，这个表现挺不错。当然这次一加也有X7独显芯片，也支持主流游戏的插帧超分同时开启。实测原神插到120的效果啊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，还不错啊，但是也还是有一定延迟的啊，这个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啊。现在的这个插帧都是有一定延迟的。超级分辨率我们特意数了一下啊，其实没有改变原神的渲染分辨率，依旧是720P，只是做类似于锐化、提升清晰度啊这种效果。除了插帧和超分啊，一加这次还做了超级 HDR 画质2.0啊，这
这相机拍出来可能不是太明显啊，但如果你肉眼看画面的话啊，这对比度确实有一定提升，不太明显，就像是你在相册里面看这个 HDR 的照片一样。上面说这几个功能，视频里面拍出来不太好展现，建议你有机会线下可以自己试一试。它配备的是一个听筒式的双扬声器，然后底部是有开孔，顶部呢是做了一个比较宽的一个微缝处理。影像方面，虽然这台机器这镜头凸起了一些，然后也叫 A32 Pro 啊，但是它的整个影像模组我们直接打出来啊，和这个一加 A32是一模一样的啊。这主镜呢也是 MX890，我们也实拍了一些。白天表现整体还是不错啊，这个风格偏向于自然真实。这组一加拍出了相对真实天空颜色，同时云层也比较有立体感。在拍摄黄绿色调的假花时，这 iPhone 拍的显得就过于单调了，而 iQOO 饱和度战时啊，显得整体塑料感又比较强。一加确实拍出了相对较好的色彩质感。我们发现这台机器的主摄和广角的白平衡啊，调教的还是不错的啊，切换过来不会有很强的割裂感。室内光线复杂的情况下啊，我们这几天也没有出现什么翻车的情况，也可以拍出玩偶毛茸茸的那种感觉。同时色彩表现也是比较真实的。不过在一些样当中，我们发现白天有一种偏轻的色彩取向啊，比如在这种白色背景居多的情况下，你注意看它的墙体啊，就有一点泛青。好在字体的颜色还原比较准确，在多数场景下都是真实像的，没有出现过饱和或者说过锐化的情况。相比于 iPhone 的真实感呢，这个感觉要自然舒服一点。在这个定位中，这个表现是没什么毛病的，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，总体表现比较稳定。夜景方面啊，中规中矩，这个色彩表现还不错啊，但是对灯光的处理有所欠缺。目前版本它的曝光调的有些偏高啊，这组直接抹掉了灯笼上的灰尘。不过一加在鬼影方面的处理表现还是比较优秀啊，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。在比较暗的场景下，一加也可以拍出来不错的照片，整体夜景表现还 OK。但是当前版本暗光环境下，注意你手要稳一点啊，不然成片放大细节就会有些模糊。这台机还有一个细节体验相当不错，就是它的马达啊，是来自瑞声科技的0916啊，这个尺寸应该大概差不多是安卓阵营目前最大的啊，体验是相当棒啊。这个一加11上面这也是一个主打卖点。这个线下有机会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。然后另外提醒你注意的就是它这块屏幕的曲面啊做的还是比较大的，这个弧度比较广，所以说两侧偏绿和偏暗的问题呢就更加明显一些。它这个就不是边框取屏幕不取了啊，它这个屏幕部分是结结实实的给弯了一部分。当然好处就是这个屏幕凸起来的那种感觉是更加强烈的，科技感，还有就是划过边缘的这个手感要更加好啊。这曲面屏嘛肯定是有得有失的，曲面屏、直屏啊，你怎么选？大家可以评论弹幕一下啊。一加的工程师小伙伴如果正在看视频的话，可以看一下用户们是怎么选择的啊。另外一个细节就是随着它充电、电池还有处理器的改变，它的3段式按键从这个右侧边啊是比较顺手的一个位置啊，就是我单手就可以马上就控制大拇指啊，这个位置改到了左侧边啊，相对来说就增加了你一点操作成本啊，你需要这样啊，之前的话我单手就直接，然后就是它的指纹识别啊，终于不是短焦了，哇，这个最近这个短焦指纹的机器是开了很多啊，这台是一个超薄的，然后位置方面是比较顺手的。OK， 简单总结，这次的 A32 Pro 呢，核心提升就是在处理器啊，还有就是电池和充电方面，确实它在质感方面啊，营造的还是不错的。因为今年这个比如说8 Gen 2的我们也体验了很多 Pro 呢，相对来说确实更加突出一些。这个其实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，而且我预计啊，它的价格应该不会特别便宜啊，就是特别一看哇，真香，因为这个质感还有这个料毕竟是堆在这儿了啊。当然我这句话希望被啪啪打脸啊，这个卖的特别便宜，受益的是大家。满分10分的话，一加 A32 Pro 你给几分呢？欢迎大家评论弹幕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很小的细节，因为它这次这个边框可能会更加宽一些，所以它顶部和底部做了一个削屏的处理，看看我能不能立住。本期视频出现的所有实测数据，我们都第一时间更新到了小白视频数据库小程序，你可以随时随地免费查看交叉对比。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，记得下方点赞。掉了1834根头发，希望点赞能够过2万。